大家好，本期大问题节目要探讨的大问题是：经济学是科学吗？听了这个题目呢，可能有朋友就要问了，咱们这个小节目的名称不是叫做大问题吗？这一期的选题它不是个大问题啊，它是个具体学科的小问题啊。毕竟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是学经济学相关专业的，对吧？我们大部分人对经济学的理解都还停留在经济学是一门赚钱发财的学问呢，是不是？本期大问题节目呢，是借由经济学是不是科学这个看似是经济学专业的问题，以此为线索，来和各位朋友一起来梳理和探讨一下，以经济学为典型代表的社会科学能否成为像自然科学那样严密的科学。希望通过本期小节目的探讨呢，能够让你有3个方面的收获。第一呢，也就是科普的工作了，也就是了解到什么是经济学，什么是社会科学，以及什么是科学。那第二呢，也就是了解到学科的发展史，也就是近代以来人文社科领域的科学梦，或者叫做物理学崇拜 （Physics Envy）。当然了，从中你也可以了解到现有的学科鄙视链都是怎么来的啊，这就是第2点的收获啊。那第3点的收获呢，也就是最终呢，我们还是要落脚到对一个大问题的讨论之上。那就是这种人文社科领域的科学梦，或者叫做物理学崇拜，到底成不成功？社会科学到底能不能成为像物理学那样严密的科学？当然了，本期小节目时间有限啊，短短30-40分钟，相当于一堂课的时间，探讨这么大一个话题。如果有说的不够周全的地方，也请各位在弹幕评论里面补充和批评。如果本期节目你觉得有所启发，也请关注、点赞、3连走一波。好，下面我们进入正片，我们先从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经济学说起。什么是经济学呢？按照经济学家奈昂内尔·罗宾斯在《论经济科学的本质和意义》这篇文章给的经典定义啊，经济学研究人们如何将有限的资源进行配置来满足特定的目的，并且注意哦，它是一门科学，对吧？ Economics is the science， 这也是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们会学到的关于经济学的经典定义，并且经济学家们呢也都会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但是经济学真的是科学吗？其实啊，这个质疑啊，在学界一直有人反复提起。1987年呢，在复杂性科学研究基地圣塔菲研究所展开了一场经济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之间的跨界对谈啊，就是10个经济学家和10个自然科学家之间开了一场会，友好交流了一下不同学科之间的科研心得啊。这个跨界互撕的属于是，那经济学家的代表呢，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那自然科学家的代表呢，就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菲利普·安德森。然后呢，阿罗和安德森各自为自己这一方挑选了9名经济学家和9名自然科学家进行经济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大佬对谈。那阿罗选了哪些经济学家呢？这其中就有后来担任美国财政部长和哈佛大学校长的拉里·萨姆斯，有后来获得诺奖的托马斯·萨金特，有后来担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系主任的何塞·施可曼，还有复杂经济学的重要开创者布莱恩·阿瑟。那安德森那边挑了哪些自然科学家呢？有混沌理论的先锋大卫·吕埃勒有人工智能专家约翰·霍兰德，有后来获得麦克阿瑟奖的生物学家斯图尔特·考夫曼，还有牛津大学数学教授兼金融界创业大佬的多恩·法莫尔。总之就是这个大佬云集了。那双方呢，一开始介绍了各自领域当前最新的研究成果先进行了一番学术互吹。那互吹完了以后呢，双方花了10天时间，就经济行为、技术创新、商业循环以及资本市场运作这些主题进行了辩论。那经济学家们呢，为自然科学家们的理念和技术感到惊奇，但同时呢，也认为自然科学家们对经济问题的看法比较天真，有时候甚至很幼稚。而自然科学家们呢，他们对经济学家在数学上的技能大为震撼，发现这经济学家这数学还都挺强的，而且呢，物理学家们深感这经济学难题还真挺难解的。而真正让自然科学家感到震惊的是什么呢？是经济学特别痴迷于简化的数学模型，也就是说呢，经济学对数学模型的简洁性有一种痴迷虽然物理学里面呢也经常简化假设就比如说假设这个摩擦力为0比如说假设这个星球为一个标准球体但是呢，物理学家们会谨慎的验证这种简化假设会不会和现实世界发生冲突。那怎么验证呢？那就是通过做实验来验证嘛，对吧？但是呢，自然科学家发现这经济学家们呢从来不做实验，只是躲在书房里面算算数。用批评者的话说就是经济学已经沦为一种黑板上的经济学了，就是只沉迷于数学推导，也不管推导出来的结论符不符合现实。所以这就导致什么后果呢？就是经济学本身好像逻辑很严密的样子里面的数学公式不比物理学更少，但是呢，却对现实生活缺乏解释力简单说就是一顿数学猛如虎，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我们都知道2008年爆发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全球金融危机，全球经济遭受重创。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2008年到访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时候呢，就向学界提出了一个疑问：为什么没人注意到
Why did nobody notice？ 这吕王的这份质疑意思就是说啊，养你们这帮经济学家有何用？你们行不行啊？对吧？人家自然科学家呢，能预测行星运行，能送火箭上天。你们经济学家搞出了这么多数学模型，但你们又干出了什么实事了呢？这还不仅仅是自然科学家和政界对经济学有质疑啊，就连经济学家自己也经常吐槽自己啊。经济学家格里高里曼昆呢，就把拿着很多科研经费的经济学家呢，比作过度补贴的奶农啊，就说应当削减经济学家的科研经费，因为研究出来的东西对现实也没什么帮助嘛。对经济学有这种质疑呢，我们说回来啊，言下之意就是说啊，经济学好像并不像物理学那样的自然科学足够硬核、足够坚实，也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题目：经济学到底是不是一门科学啊？但是大家要知道啊，吊诡的地方就在于，经济学被誉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这意思就是说呢，经济学是最科学的社会科学，或者说是最像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经济学家们呢，也一直以此引以为傲，对吧？我们一打开经济学的著作呢，里面都写满了各种数学公式，搞成物理学似的。那么，这么一门最科学的社会科学，怎么到现在反而被人质疑它不是科学的呢？这是不是说啊，社会科学本身就不可能成为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呢？那这不是很打脸吗？为什么很打脸呢？因为啊，社会科学啊，从一开始就有一种科学梦，或者说社会科学从骨子里面就带着一种物理学崇拜 （physics envy）。好，下面我们回过头来说一说社会科学的发家史。这个社会科学呢，一直以来都有一种想要成为科学的梦啊。什么叫社会科学呢？简单说，它就是以人类和人类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啊。这是相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而言的。自然科学呢，都是以日月星辰啊、原子分子啊这种自然物为研究对象的。而我们要知道啊，社会科学一直想要成为像自然科学那样严密的科学，所以呢，他就把自己的名字后面冠了科学二字嘛，叫做 social science 啊。不是说有个段子嘛，就是说大学里面的那些学科啊，最硬核的科学通常都不会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个什么科学，人家就是简简单单的叫做什么学啊，就比如说力学 mechanics、物理学 physics、化学 chemistry， 对吧？起的名字就是这么朴实无华且枯燥。而那些刻意在自己名字后面加上科学字样的，其实都不是那么硬核的科学啦。比如说社会科学啊 social science， 什么认知科学啊 cognitive science， 计算机科学啊 computer science， 环境科学啊 environmental science。 你们看这些刻意给自己加上科学字样的，哎呀，其实都是自信心不足的表现了，在学科鄙视链里面都是要往下排的。但咱们话说回来啊，为什么这些学科都要标榜自己是科学呢？那是因为啊，近代以来科学实在是太厉害了。当然这里指的科学啊，主要就是指物理学，也就是自文艺复兴以来，从伽利略到牛顿到爱因斯坦这一脉的物理学的发展，这是我们通常说的自然科学里面最硬核的一脉。大家知道啊，从伽利略到牛顿开启的这一脉物理学有多牛叉啊？就是这个牛顿呢，在小书房里面算算数，100年以后按照牛顿算的这个数学题啊，海王星就被发现了，再过100年火箭就上天了，飞船就登月了。你说物理学牛不牛叉？这就是人类知识的终极理想啊，就是发现了这个宇宙的密码本啊，就是由天才科学家呢发挥自己的洞见和灵感，给出一套简洁的鲜艳规则，然后这套简洁的鲜艳规则就可以解释杂多的经验了。而这套鲜艳规则呢，是一种客观的、普遍的、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规则。这条规则就是这个宇宙的底层密码。而这个宇宙的密码本，这种客观的、普遍的、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鲜艳规则，是用数学写成的，对吧？伽利略不就说过吗？大自然这本书呢，是用数学文字书写的。物理学家惊奇地发现，这个宇宙竟是如此奇妙的符合数学啊！每次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呢，很多科学家都会拿出麦克斯韦方程组来举例子啊。大家来看一眼这个麦克斯韦方程组啊，也就是由4个一阶线性偏微分方程组成的，非常简洁，非常优美。就是这组简洁的方程组描述了所有的电磁现象，注意哦，是所有的电磁现象，可以说把当时所有已知的物理知识都囊括在这个简洁的方程组中了。这简直就是知识分子的终极理想啊！就是用简洁的底层密码，然后通过演绎法，也就是通过数学推导出各种结论，然后就能解释好多事情。大家知道啊，以前人做学问啊，都是用枚举法啊，就是为什么吃什么啊，观察到了一个现象了，咱就记录一个现象，然后观察到另外一个现象呢，咱再记录另外一个现象，然后呢，这个记事本就记了很多页，搞得很重很厚的样子，这就是笨功夫。物理学家卢瑟福不就说过吗？ All science is either physics or stamp collecting。就是说呢，所有学科其实都可以分为2类，一类是物理学，
剩下的全都是机油。这话什么意思呢？就说其他学科呢，都只是在做刚刚说的笨功夫，也就是观测和记录已经发生的各种现象，然后把这个集邮本呢贴得很重很厚的样子。而物理学就不一样了，物理学家足不出户，躲在自家小书房里面，发挥自己的洞见，通过数学就可以给出大自然的鲜艳规则，然后万事万物的运动变化呢，都会通过这个鲜艳规则推导出来，这才是最上乘的功夫，对吧？物理学家写论文，一张餐巾纸就够了，你拿这张餐巾纸就可以解释世间万物了。而且确实就是这样啊。麦克斯韦方程组并不是麦克斯韦做实验验证出来的，纯粹就是他用数学推导出来的。牛叉的地方就在于呢，多年以后人们做了实验，发现实验结果竟完全符合麦克斯韦当年的数学推导。这就是物理学的伟大力量，你说你服不服？那看到物理学如此牛叉以后，其他学科的学者小伙伴简直惊呆了纷纷表示我们也要像物理学这样我们也要找到这个大自然密码本，我们也要通过数学语言写出这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鲜艳规则，对吧？既然物理学可以用数学语言谱写出行星运行和原子运动的规律，那么同样的物理学方法也可以拿来研究有关人类的事情咱们研究人类社会的学问呢，也要成为科学就叫做社会科学 social science 我们也要用数学语言谱写出一套关于人类社会运行的底层密码，然后拿着这个底层密码呢，咱们就可以去做事儿了，对吧？人家物理学家在书房里面算算数，然后火箭就上天了，飞船就登月了。那咱们社会科学家也可以在书房里面算算数，然后企业就发展了，失业率就下降了，国家就繁荣富强了，是不是这就是近代以来社会科学的物理学崇拜。社会科学家说，你看人家物理学能造出坚船利炮但咱们社会科学也得痛定思痛，迎头赶上咱们社会科学也得全盘自然科学化呀。而这其中成绩做得最好的就是那个被誉为社会科学皇冠上明珠的经济学。可以说一部经济学史就是一部物理学崇拜史，经济学的发展史典型的表现出了社会科学想要成为像物理学那样科学的努力。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说一说经济学史。这个说起任何学科的历史咱们都可以从古希腊说起就像自然科学呢和哲学都要从古希腊的泰勒斯说起一样。 It's a warm summer evening in ancient Greece. Yes, Penny. I have to go to the bathroom. 当然你要这么说的话，篇幅就太长了不适合在视频节目里面展开，当然也不适合相亲场景还没等到你说到亚里士多德，相亲对象已经拎包走人了。如果相亲对象问你什么是经济学，你只需要从18世纪开始说就可以了在18世纪的时候，第一波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呢，就比如说像杰里米·边沁像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像亚当·斯密他们更多是把自己看作是哲学家，而非是科学家。那个时候呢，虽然牛顿力学已经出来了但是这些早期经济学的奠基人呢，并没有强烈的想要把经济学变成科学的冲动。那时候的经济学呢，没什么数学公式，就比如说你去翻看亚当·斯密写的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国富论》你看不到什么数学公式。亚当·斯密的这部著作主要就是解决2个问题：如何创造财富以及如何分配财富。这本书都还是用哲学论著的笔法去写作的。而在经济学发展史上，让经济学物理学化或者数学化的一个重要的节点性的人物，就是19世纪的法国人里昂·瓦尔拉斯。他是经济学的边际主义革命的领导人之一，当年就是瓦尔拉斯把数学方法引入了经济学。瓦尔拉斯这个人还挺有意思咱们这简单说一下他的生平他做学生的时候呢，2次报考巴黎综合理工学院，都因为数学不及格遭到了拒绝。后来转考巴黎高等矿业学校才考上大学就是这么一个数学成绩不及格的人，居然后来成了把数学引入经济学的人。这是不是听起来有点这个网络爽文的感觉？听起来有点励志呢，是不是？这瓦尔拉斯大学毕业以后呢，并没有成为经济学家，他事业也挺不顺的，干过很多活做过银行职员、记者、铁路管理员，也尝试写过言情小说但都不成功。后来呢，在1858年的一天晚上迷茫的瓦尔拉斯和父亲深谈自己未来该去往何方在他父亲的引导下呢，瓦尔拉斯开始对经济学感兴趣了，于是呢，他就投身到对经济学的研究中。后来呢，他一边做这个银行职员和撰稿人养活自己一边研读经济学。终于在1870年，瓦尔拉斯被瑞士洛桑大学聘用为经济学教师成了专业的学者了。2年以后，也就是在1872年，瓦尔拉斯写作完成了经济学史上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纯粹经济学要义》，也就是这本书开启了经济学的物理学化。这本书是最早用数学方法对经济学理论进行全面分析的著作。瓦尔拉斯在这本书中创立了一种数学模型，其中生产要素、产品和价格会自动调节，达到均衡。这就是我们现在经济学系的学生都要学或者说都要算的一个理论，就是一般均衡理论。
其实啊，我们现在打开任何一本经济学教材啊，首先要学的就是供需曲线图，对不对？这就是从一般均衡理论发展而来的。一般均衡理论简单说啊，就是描述市场上的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供需之间怎么样最终达到一种总供给等于总需求的过程。其实啊，瓦尔拉斯之前的经济学家们呢，也都提到过均衡这个概念。就比如说亚当·斯密就提到过啊，要达成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均衡。因为在亚当·斯密看来啊，供需均衡啊，它是个好事儿。为什么呢？因为有多少供给就有多少需求，这样就不会浪费劳动产品嘛，也不会有人因为缺东西啊得不到满足，供需之间要互相抵消，这样多好。其实啊，早期经济学家们都提到过均衡这个概念，并不是瓦尔拉斯最先提出的。但是呢，瓦尔拉斯和亚当·斯密等早期经济学家不同的是，瓦尔拉斯是第一个用物理学方法或者数学方法来计算经济学中的均衡点的。那瓦尔拉斯是怎么用物理学方法来计算这个一般均衡点的呢？瓦尔拉斯啊，把物理学里面的受力均衡模型移植到了经济学之中啊。什么是这个受力均衡模型呢？这个在座各位上中学物理课的时候肯定是学过的啊，这是基本操作，考试肯定要考的啊。虽然各位中学时候都学习过了啊，我们这里还是要简单讲一道受力均衡的题的啊。各位请把愿意再学打在公屏上。就比如说呢，你把一个小球沿着碗边放进碗里，小球会在碗里滚动一段时间，那么这个滚动的小球所构成的系统呢，是没有处在均衡状态中的，而只有当这个小球最终停留在碗底保持静止状态了，这个小球向下的重力这个 G 等于碗底对小球的支撑力 F。两个力相互抵消了，对吧？ G 和 F 大小相等，方向相反，这个物理系统就处在一种受力均衡状态啦。瓦尔拉斯认为啊，市场上的供需均衡呢，就像物理系统上的受力均衡一样，市场上的每一件用来交易的商品呢，都只有一个可以达到均衡的价格，在这个均衡点上呢，交易双方都很满意，因此市场就能够出清。瓦尔拉斯断定呢，我们可以通过数学计算出市场上的这个价格均衡点啊，就像物理学上可以计算出小球会在碗底保持静止一样。那自从瓦尔拉斯从物理学中引入了一般均衡点的数学计算之后呢，此后的经济学都朝着算数的方向发展了啊。一打开经济学的论著呢，都充满了各种数学公式啊，开始算各种均衡，什么微分方程啊、一阶导数啊、二阶导数啊，都整起来了啊。经济学教科书就开始变得像物理学教科书了。确实呢，在瓦尔拉斯的开启之下，后续的经济学家们呢，也正是继续沿着他开启的经济学物理学化的地基上添砖加瓦。在瓦尔拉斯发表《纯粹经济学要义》提出最初的一般均衡理论之后呢，英国的威廉·杰文斯将这个均衡的过程细化为在有限条件下实现最优化的过程啊，也就是加入了个人效用的考量。然后意大利的维尔弗雷多·帕累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了一般均衡模型，提出了帕累托改进和帕累托最优，进一步从数学上细化了瓦尔拉斯提出的一般均衡点的计算啊。然后英国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将一般均衡模型细化成局部均衡模型，并且首创了交叉供求曲线图啊。这个交叉供求曲线图呢，是现在打开每一本经济学教科书第一章就要学的那个图啊。然后呢，英国的约翰希克斯又进一步将瓦尔拉斯、杰文斯、帕累托和马歇尔的理论综合成一套连贯的理论。再往后呢，美国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他是第一个拿到诺贝尔奖的美国经济学家。此后呢，经济学的中心就从英国迁移到了美国。萨缪尔森呢，把之前由希克斯综合的一整套连贯理论呢，进一步数学化，提出了一套经济学的数学标准模型。他编写的经济学教科书呢，名字就叫做《经济学》，是目前全世界销量最高的经济学教科书。也就是从这本教科书开始呢，经济学基本上就开始不用日常语言写作了，都是用数学语言来写作了。然后呢，美国的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又进一步优化了一般均衡模型。瓦尔拉斯提出的均衡模型中的一切变量都是确定的，而阿罗提出，即便是在不稳定的市场中，市场中的各要素依然能够自动协调成一种帕累托最优的状态。好，这算是简单捋了一下简明经济学史啊。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呢，从瓦尔拉斯开启边际主义革命啊，到20世纪末期，经济学是完全由新古典主义的范式所主导啊。这个新古典主义呢，简单理解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从瓦尔拉斯的边际主义革命开始，到萨缪尔森、阿罗这一脉发展下来的范式啊。简单说，也就是经济学的物理学化的产物。可以说呢，这一切都肇始于瓦尔拉斯当初把物理学的方法和模型引入经济学。经济学家沃纳·希尔登布兰德评价说，一般均衡理论呢，就像是一座哥特式的大教堂。瓦尔拉斯及其同辈的经济学家呢，都是这座教堂的设计者，而20世纪那些伟大的经济学家则是工程队。但是问题在于，这座教堂的地基很不稳定。地基是什么？地基就是瓦尔拉斯把物理学方法和模型引入经济学，也就是经济学的物理学崇拜。问题就在于，经济学走的这条物理学化的道路成功了吗？经济学真的实现了科学梦了吗？情况似乎并不是那么乐观，至少在学界很有争议。好，
下面我们就进入现代经济学的一些具体的争论。对经济学科学性的质疑呢，我们一开始也说了，就是经济学家们对简化的数学模型有一种痴迷，是一种黑板上的经济学，就是呢只专注于数学推导，而不管基于这个简化模型做出的推导呢符不符合现实。其实啊，这一切都肇始于瓦尔拉斯为了让经济学变得像物理学那样严密啊，一切都能够用数学严密的推导出来。因此呢，为了追求严密性而放弃了现实性啊。我们来举一个经济学中典型的简化假设的模型啊，那就是理性人假设。理性人假设就是说呢，经济学里面所描述的人呐，是完全理性的啊。怎么个理性法呢？就这些人呢，他都是自利的，就是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且呢，这些人超级聪明，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时候呢，会各种深思熟虑，考虑到各种可能性，从中采取一种最优的方式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个目标。那为什么要把人假设成这种理性人呢？就是因为数学上好算嘛。那么为了进一步在数学上预测这些理性人的行为啊，经济学家还要为这些理性人啊再假设一个理想的生活世界啊，这个世界呢比我们现实中的世界呢要简单的多啊，在这个世界中呢，信息是充分传播的，交易费用是不存在的，在这个世界中购买任何商品呢，只需要考虑它的价格，而无所谓什么品牌和情怀之类的。总之就是这个世界超级简单，为什么呢？也是为了数学上好算嘛。那经济学家阿克塞尔·莱乔霍福德对这种理性人假设的吐槽就是，在一个简单到不可思议的世界里面，住着这么一波聪明到不可思议的人。但是呢，现实世界中的人肯定不是这样的呀。现实中的人做选择并没有太多信息可供参考啊，对吧？我们多数时候甚至都想都没想就这么选择了。而且呢，我们的选择也并不是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呀。就比如说我们买东西的时候，也并不一定是追求要买到那个性价比最好的那款商品，我们觉得大概其就挺好的了，是不是？那么对于这种简化模型的黑板经济学的批评，是不是让所有经济学家都认了呢？并不是，也有经济学家做出回应来为经济学做辩护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弗里德曼在文中就说呢，你管经济学的模型脱不脱离现实呢？一个模型好不好，要看它能不能对现实给出有效的预测。弗里德曼就说呢，那些批评经济学模型脱离现实的人啊，根本就搞错了建立模型的意义。我们建立模型并不是为了描述客观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建立模型的意义在于对现实世界做出有效的预测。而且呢，弗里德曼还说呢，就是那些预测能力越强的模型啊，它的抽象程度，也就是脱离现实的程度啊，也就越高。一个和现实世界完全一模一样的模型，也必然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模型。这种模型根本不具实用性嘛。这就好比呢，你看地图呢，你肯定不会看那种把什么玩意儿都标在这地图上的那种地图，对吧？这种地图根本就没法看嘛，对吧？我就是看一下我和小芳约会的饭店坐几号线过去，结果地图上你把什么等高线啊、什么植被图啊，还把卫星云图也给配上了，那估计我是永远也找不到约会的路了。对我找路有用的就是简化了的地图，就比如说坐地铁吧，这张地铁路线图上啊，除了地铁的路线啊，什么都不要标，甚至为了方便我看啊，这个路线图上啊，甚至都可以不按照实际路线那种七扭八拐、弯弯绕绕的形状去画，你都给我画直了，对吧？画成一种抽象的示意图，这样我就一目了然了，知道该坐10号线到国贸，然后换乘1号线到4惠站下，对不对？弗里德曼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地铁路线图呢，虽然是简化了的，甚至是扭曲了的现实，但它方便我找路啊，能方便找路的模型，不就是好模型吗？套用统计学家乔治·伯克斯的一句话说，就是所有模型都是错的，但有些有用。All models are wrong, but some are useful. 那弗里德曼对经济学简化模型的这个辩护呢，是不是就堵住了学界质疑的嘴了呢？当然也不是啊。另一位经济学大咖，也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对此的回应是，就算我同意你弗里德曼的这个说法呢，一个模型无所谓是不是简化和扭曲的现实，它只要能够有效预测现实就好。但是问题在于，它并不能有效预测现实啊！我们用你们经济学家绘制的这幅地图来导航啊，直接就把我们导到沟里面了，属于是啊。克鲁格曼就指出呢，问题就在于你们经济学家对模型的简洁性和美感有一种畸形的崇拜，这就导致了你们忽略掉了很多现实中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比如说人的非理性决策啊，比如说市场的不完美性啊，比如说金融市场的阻力啊等关键因素，都因为数学上不好算，都被你们忽略掉了。那么基于在这么一种残缺的模型上进行的数学推导，哪怕其后的数学推导的再严密，搞得再花里胡哨，得出的结论根本无法有效指导现实生活。这就说回去了，为什么在08年金融危机到来之前，主流经济学界对此并没有给出什么预测？这也导致了开头我们提到的女王的质疑，就是你们经济学家搞的这些花里胡哨的数学理论到底管不管用啊？
当然啊，经济学争论的一些具体问题啊，还有很多了。除了这个一般均衡模型的争论啊，还有关于比较优势模型啊、约束最优化问题啊、决策规则的传导性问题啊等等问题的争论。当然，本期大问题节目的重点并不是来讨论这些具体的经济学问题的，而是需要落脚到一个大问题的讨论之上，那就是像经济学这种以人类活动为对象的社会科学，能不能成为像物理学那样严密的科学呢？还是从根子上，社会科学就不可能成为严密的科学呢？在这里插播一段节目说明啊，大问题系列节目并不仅仅是科普或者哲普一些哲学家的观点，我们更多想听听你对于这个大问题的看法。你是否认为节目中介绍的观点成功的回应了本期大问题？或者你可以发表你认为更好的回应方案。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大问题 Dialectic， 发送经济学即可收到本期大问题的推送。我们用哲学家第一人称的方式复原了对这个大问题的研讨会，我们邀请你同哲学家们一起参与到这个大问题的研讨会之中，请投出你的一票，并在研讨会中发表你对于这个大问题的看法。另外呢，本期节目的点赞数如果超过1万，我们将会在评论区随机选择3名小伙伴赠送《财富的起源》这本书。这本书呢，也就是本期节目的参考资料之一。这本书用生物学视角反思了一下基于物理学视角的传统经济学。当然，这本书是以科普的笔法写作的，写的还是比较生动有趣的。感兴趣的朋友，请给本视频点赞并发出你的评论吧。好，参会说明就介绍到这儿，我们继续下半场的会议。本期节目之前都算是科普啊，到了这最后一趴，算是回归到了大问题 Dialectic 这个节目的保留曲目了啊。我们还是要来讨论这么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像经济学这样的以人类为对象的社会科学，能不能成为像物理学那样严密的科学呢？还是从根子上，社会科学就不可能成为严密的科学呢？对于这个问题啊，逻辑上就可以分为2个派别啊，可能派和不可能派。好，我们先来说可能派。可能派就是说呢，社会科学理论上是可以成为像物理学那样严密的科学的。注意哦，是理论上可以成为。虽然呢，目前看起来社会科学好像不像物理学那样精密，但这不是理论问题，而是技术问题。也就是人类的行为比起星球啊、分子啊、原子啊这些自然物质更加复杂。但是复杂不代表不可能嘛。通过技术手段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就可以逐渐完善社会科学，使得它朝着越来越严密的科学化的方向发展，对吧？望远镜没发明之前，星球的运动也很复杂呢。那时候天文学和占星术就傻傻分不清楚啊。但是有了望远镜以后，开普勒不就搞出了开普勒定律了吗？天文学不就成了一门严密的科学了吗？对吧？你不能因为技术手段暂时还不够丰富，而一些现象暂时还测算不清楚，然后因此你就躺地上了吗？咱们还是得努力把它科学化呀，对吧？社会科学的科学化也正在这样的进程之中。其实啊，说到社会科学的科学化，咱们在这就不得不提到现代社会学的开山鼻祖，法国哲学家奥古斯都·孔德啊。我们在哲学史上会把孔德看作是实证主义的创始人。那什么叫实证主义呢？简单说啊，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社会科学的物理学化。也正是因为孔德秉持着这种社会科学的物理学化的理念呢，他才开创了现代社会科学啊。我们今天大学里面各种社会科学的专业之所以能够开设，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位祖师爷赏的饭吃啊。如果没有孔德的话，我告诉你们，你们都得来哲学系。为什么说如果没有社会科学的话，你们都得来哲学系呢？孔德就提出呢，人类知识和学问的发展啊，有一个大的脉络，那就是越来越实证化，越来越科学化。那么在这个大的脉络下呢，人类学问的发展史啊，总体可以分为3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呢，就是神学阶段。这时候人们解释世界呢，都是通过挑大神的方式来进行的啊。虽然后来不怎么挑大神呢，但是最终还是要通过一个无条件的上帝来为这个世界赋予第一动力啊。这就是神学阶段。那么人类的学问发展到第2个阶段，就进入了形而上学阶段，或者叫做哲学阶段。这时候呢，人们就通过哲学思辨来理解世界了。当然这里说的哲学啊，指的是那种传统的形而上学啊，就是会搞出一些超越于经验的无法实证的超级概念来解释世界啊，就比如说什么灵魂啊、本质啊、自由啊、善啊这样的超级概念来理解世界。这些超级概念听起来倒是挺带劲的，但其实也都挺虚的，并不能有效指导生产生活实践。而只有到了第3个阶段，也就是到了科学阶段，或者叫做实证阶段，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所有学科都物理学化了，那么这个时候人类的学问就进入了最高阶段。神学阶段是人类知识的起步，哲学阶段是过渡阶段，科学阶段才是人类知识发展的最高阶段。注意哦，虽然孔德是一个实证主义者，讲究社会科学呢最终都需要物理学化，但是
孔德可不是一个认可流行学科鄙视链的人哦。什么是流行的学科鄙视链呢？也就是抬高理科，鄙视人文社科嘛。正相反，孔德反而把社会科学放在了学科鄙视链的最顶端啊。孔德呢，把学科分成了6类，分别是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社会学。其中物理学、天文学、化学呢，研究的是无机现象的领域；生物学和社会学呢，研究的是有机现象的领域。而数学是人类解释世界最朴实的一种语言和工具了。按照流行的学科鄙视链呢，数学逼格是最高的，对吧？然后是物理学，然后是化学，依次往下。而社会学这种我们把它叫做文科的学科呢，是逼格最低的，是不是？但是孔德认为的学科鄙视链恰恰相反，因为他提出的这6个学科中啊，没有我们所谓的文科，都是物理学化或者数学化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学科的鄙视链应当按照学科的复杂程度来排序，对吧？数学是最单纯的，对吧？数学家躲在自家书房里面就能成为做题家了。那物理学就比数学复杂了一点，对吧？因为它多出了一些物质包袱了嘛。那么依次往上，然后是化学啊、生物学啊。而社会学这种研究人类活动的科学是复杂度最高的，因此处在学科鄙视链的最顶端。搞社会科学的人应当在大学里面拿最高的工资，对不对？确实呢，孔德的这个学科鄙视链的排序啊，也正好和科学的发展史是相一致的。我们都知道啊，最早出现的是数学，然后呢，天文学就出来了，因为这个天体运行比较干净嘛，比较好算。然后呢，才依次出现了物理学啊、化学啊、生物学啊。而社会科学直到19世纪孔德自己提出来，才逐渐发展起来。那么现在的社会科学呢，还在发展之中，也就是说呢，我们研究人类活动的这些学科呢，目前依然处在物理学化的进程之中，对吧？我们现在的社会科学里面还是有一些哲学阶段的残余，就比如说还充斥着一些无法量化、无法证实和无法证伪的大概念，就比如说什么自由啊、平等啊、正义啊、善啊、恶啊之类的。但是这些都是可以通过技术手段的进一步完善，通过我们继续在知识上的加倍努力而逐渐被消解掉的，对吧？你不能因为社会科学好复杂，然后就躺地上了，就说哎呀，这个社会科学好复杂呀，社会科学很难的啦，要不咱们就这么着吧，我们就把它当成是哲学，躲在书房里面掰着大概念就行了。这可不行啊，咱们社会科学可是逼格最高的科学呢，咱们可不能躺地上做哲学家呀，是不是？好，说完这个社会科学祖师爷孔德的理念呢，我们再说回经济学啊。其实啊，我们这期节目前面对经济学近100年的发展呢，提出了各种批评啊，说它解释力不够啊，说它不符合现实啊。这并不能说明经济学不能够成为一门像物理学那样严密的科学，对不对？对它的这些批评呢，只能说明经济学物理学化做的还不够，对吧？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还是要通过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嘛。经济学还需要进一步的物理学化。确实呢，最近这些年经济学的一些发展啊，就是继续沿着经济学物理学化的道路上，把这条道路越做越细，越做越完善。就比如说近些年大火的行为经济学就是这样啊。这个行为经济学什么意思呢？简单说就是啊，把心理学对人的一些更细致的考量加入到传统经济学中去。就比如说呢，之前不是说这个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这个模型太简单粗暴了，是不是？那行为经济学就是要对这个模型进行修正和完善啊，给它加参数加补丁、加变量啊，变得更细致，变得颗粒度更细。通过这个方法呢，来让原来的模型变得越来越符合现实。就比如说呢，行为经济学就要考虑到人的种种所谓的非理性的因素啊，就比如说什么框架效应啊、锚定效应啊、损失厌恶啊、易得性偏误啊等等等等啊，都加入到对行为主体的考量中去。当然了，这些新加的补丁都是可以通过数学计算出来的啊。就比如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利曼，他们搞的研究就是啊，通过一整套心理学实验，然后通过数据采集和分析的方法来测量出现实中的人在面临真实场景时的非理性因素以及它的程度啊，然后把这些非理性的因素呢数学化，融入到传统的效用函数里面。这些呢都可以视作在经济学物理学化的道路上向着更细致的方向继续前进。除了这个行为经济学呢，还有一项重要的发展也有助于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的科学化的，那就是大数据技术的发展。这个社会科学有时候显得简单粗暴不够精密啊，是因为测量手段还不够，对吧？我们对人的行为知之甚少，而且也没法轻易拿人做实验，对不对？但是现在有了这个大数据技术啊，我们就可以采集人的各种行为数据了，各种买点了，对吧？就比如说从你早晨起床开始啊，你手机设了几点闹钟，外卖软件叫了几根油条几个鸡蛋，上班打车是从哪到哪儿，到公司以后花了多少时间偷偷刷短视频啊，交友软件上你喜欢滑什么样的异性，这些操作大数据都给你记录的明明白白啊。然后通过一整套什么数据分析啊，什么机器学习啊，人类活动的规律不就被分析出来了吗？然后呢，我们就会根据这些人类行为的规律呢去做社会规划了，对吧？现在大数据的发展我们是有目共睹的，对不对？就比如说咱们这个小节目能和你在 B 站相遇，你还真以为是缘分呢。
所以啊，我们说回来，甭跟我扯什么社会科学没法科学化，这只是技术手段暂时不够丰富的问题，不是科学本身无能为力的问题。我们要做的呢，就是继续加快技术手段的研发，继续努力动用我们的智力资源，让研究人类活动的社会科学逐渐成为一种越来越严密、越来越坚实的科学。咱们不要自我放弃了，好不好？咱们不要躺地上搞哲学了，好不好？我们要坚信人类的理性是可以认识真理的。套用哥廷根数学学派的领袖大卫希尔伯特的一句口号就是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终将知道。好，这就是可能派的观点。那说完可能派的观点呢，下面我们来说一说不可能派的观点。不可能派认为，以人类活动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从理论上就根本不可能成为像物理学那样严密的科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研究的对象是人呐，不是什么星球、分子、原子这种自然物质。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而一旦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它是会对你的研究做出预期和反应的啊。简单说就是人会预判你的预判，对不对？所以这就没谱了嘛，至少不会像物理学研究那样有谱。我们举例子来说啊，还是拿经济学里面那个经典的例子来说啊。经济学家威廉·菲利普斯根据历史统计发现呢，历史上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呈反比关系。然后这种反比关系呢，被萨缪尔森啊、罗伯特·索洛等其他经济学家通过数学推导的方式进一步坐实了。这就好像发现了经济学领域中一个像物理学规律那样的规律了，对不对？就像这个物理学里面的波义耳定律啊，这个气体的体积和压强成反比。那菲利普斯曲线就是说呢，通胀率和失业率成反比，这个很像物理学规律，对不对？那掌握了这套规律以后呢，就像工程师按照波义耳定律去搞工程一样，那经济学家呢也可以按照菲利普斯曲线去做社会工程了，是吧？就比如说呢，我们想要这个失业率下降啊，我们就把这个通货膨胀率给搞上去，对吧？那这个人类社会不就可以像工程学调节机器那样去调节呢，对不对？但是问题在于，波义耳定律的对象是气体啊，气体没有主观能动性的呀，气体不会因为你对它的体积或者压强做了调节而做出什么预期。但是人会啊，人会对未来做出预期的呀，并且会提前做出反应的呀。就比如说呢，政府发现这个经济增长放缓了，失业率上升了，这个时候呢，政府就想要通过调高通胀率来刺激经济发展。常用的手段呢，就是调低利率以及增发货币，以此呢，想要刺激市场上的企业呢，让这个企业招更多的人，增加劳动就业岗位。但是呢，你政府每次看到失业率上升，总是这么来的话，这老百姓就会识破了嘛，这老百姓就会预判你政府的预判嘛。就比如说下回经济又放缓的时候，这个老百姓心里面就会想啊，这个政府又要增发货币的啊，未来的货币又要贬值的。那员工就会和老板谈嘛，老板你得给我加工资，对不对？否则我这个货币贬值我就没法活了，对不对？结果呢，这调低利率啊以及增发货币啊就被老百姓提前预判了嘛，政府的这波操作就被中和掉了嘛。简单说就是人们在宏观调控政策之前就会预期政策的走向，并调整自己对通胀率的预期，这就对冲掉了政策的影响了嘛。一个典型的例子呢，就是上世纪发生在美国的滞胀 stagflation 啊。什么叫滞胀呢？就是通胀率和失业率都很高。这起初呢，失业率上涨，然后政府就想要通过这个菲利普斯曲线来搞宏观调控，结果这调了半天以后呢，确实这通胀率是上去了，但失业率也并没有下去啊，于是就形成了通胀率和失业率都很高的局面。这个菲利普斯曲线就没法用了嘛，因为你一旦按照菲利普斯曲线去调控这个社会啊，人们就会做出反应啊，从而导致菲利普斯曲线失去了原有的效果。说到底啊，这个所谓社会科学的对象是人，人不同于机器，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的行为是无法被完全预测的。因此呢，那些用来研究没有主观能动性的自然物质的物理学是没法拿来研究有关人的活动的。因此，社会科学没法成为像物理学那样的科学。社会科学之所以没法成为物理学那样的科学呢，就像孔德说的那样，是因为社会科学的对象啊更复杂。但是与孔德想的不一样的是，这种更复杂呢，并不单单是数量上的更复杂，而并不是社会科学要考虑的变量比物理学更多，而根本就是一种质上面的更复杂。说到这一点呢，就不得不提到我们节目开头提到的，在圣塔菲开的跨学科的对谈会中，自然科学家的代表菲利普·安德森在1972年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题为More is different， 直译过来意思就是更多意味着不同的意思。放到刚刚的语境中说啊，社会科学之比物理学更复杂啊，不单单是数量上更多，不单单是 more 的问题，而根本就是质上的 different 的问题。这话怎么说呢？安德森的这篇文章啊，是为了反对科学方法论上的还原主义，或者叫做还原论 reductionism 啊。啥是还原论呢？
还原论就是要把世间万物都还原成不可再分的基本要素和基本规律啊，就比如说呢，当今物理学的量子场论啊，统一了量子力学和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形成了一个物理学的标准模型。在这个标准模型中呢，囊括了像夸克、氢子等组成物质的基本粒子，也囊括了强相互作用、弱相互作用和电磁相互作用这些物理的基本相互作用啊。除了没法解释引力啊，世间万物都可以还原为这套标准模型中的基本粒子和基本相互作用。而且就是还原论啊，与还原论相辅相成的另一个概念呢，叫做建构论 （constructionism）。建构论是还原论的逆命题。还原论就是说，这个世间万物都可以还原为基本粒子的基本相互作用。那建构论就是说呢，只要在底层上了解了基本粒子的基本相互作用，那么我们就可以据此去解释世间万物了，无论是化学现象、生命现象，还是人类社会现象。流行的学科鄙视链就是基于这种还原论和建构论而建立起来的，对吧？越是研究底层基本规律的，它对世界的解释效率也就越大嘛。所以呢，研究理论物理学的就是逼格最高的，其次呢是化学，然后是生物学，最后才是社会科学。按照这种学科鄙视链呢，社会科学啊、生物学啊都是下游学科，他们需要借助物理学啊、化学啊这种上游学科所发现的基本定律，才能解释自己学科里面所研究的对象的。下游学科是不生产基本规律的，基本规律都是由上游学科来生产的，下游学科只是上游学科基本规律的应用。这个安德森在文章里还列了一张表啊，按照传统的学科鄙视链呢，左边 X 这一列的学科都是右边 Y 这一列学科的应用，对吧？这个社会学就是应用心理学，心理学就是应用生物学，生物学就是应用化学，以此往上推啊，化学就是应用物理学，固态物理学就是应用粒子物理学，对吧？这个学科鄙视链就是这么来的。但是安德森批评的就是这种建构论。安德森认为啊，虽然我们可以相信世间万物都可以被还原为简单的基本粒子和基本定律啊，但从这些基本粒子和基本定律出发，却不可能解释世间万物。因为复杂的基本粒子的集合体的行为，并不能从少数基本粒子的性质进行简单的外推就能得到了。这个世界啊是分层的，基本粒子的集合体在复杂性上每上升一个层次，都会有全新的性质涌现出来。这就是文章标题 More is different 的意思。就比如说呢，标准模型虽然解释了基本粒子的运动规律，但基本粒子组成分子以后，就涌现出了全新的规律了，这就形成化学理论了，对不对？这时候你就没法直接用量子场论来解释分子现象了，你物理学家这个时候得靠边站了，这是化学家的活了。同理呢，你用化学理论来解释人体的器官和组织事实，这也是解释不通的嘛，因为在细胞、组织、器官层面，复杂性又不一样了，在这个层面又涌现出了不一样的新性质了。这时候你化学家就要靠边站了，这是生物学家的活了。那同样的道理呢，在社会科学领域，它的复杂程度相比于自然科学又上升了一个层次了。你自然科学家搞的那一套方法就不顶用了嘛，这时候就需要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来发挥作用了。安德森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呢，还引用了马克思的一句话，就是量变会引起质变。看来安德森这个辩证唯物主义学的也是挺好的啊。其实啊，关于人类事物无法被科学化或者物理学化，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也有过详细的论述。哈耶克把社会科学物理学化这种理念啊，也就是孔德提出的这种理念啊，叫做科学主义。啥叫科学主义呢？哈耶克所反对的科学主义啊，不是说他要否认科学的价值啊，他并不反对科学在适当的领域里面发挥作用，就比如说在研究自然物质的领域，科学在这个领域发挥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哈耶克反对的科学主义啊，是反对科学万能论，用他的原话说，是指对科学的方法和语言的奴性十足的效仿。这意思就是说啊，这不该运用自然科学的地方，你搁这瞎用自然科学啊！这就是我们之前在讲社会科学的物理学崇拜那一趴里面介绍的。一看到物理学上天下地的，这人文社科领域的小伙伴简直惊呆了，直呼我们也要这样啊，我们也要成为科学，甚至比科学还要科学。这皈依者狂热了，属于是啊。哈耶克所谓的科学主义啊，也和另外一个概念是紧密相连的，就是工程师脑筋 （engineering type of mind）。就是这个人呐，总想搞一搞啊，这个上帝创世一样，总想搞出个什么玩意儿出来。人性啊，总是很难逃脱这么一种诱惑啊，就是想要扮演全知全能的上帝啊，发挥一下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做一个整体的规划和设计，以此来消除生活的不确定性啊，就是搞出一个理性的蓝图出来，然后事情就全部搞定了。哈耶克把这种倾向叫做理性的自负。在哈耶克看来呢，也正是这种理性的自负，才导致了现代极权主义啊，也就是纳粹搞的那种整体主义和国家主义，以及苏联搞的那套计划经济啊。这些呢，就是想像工程师那样做整体设计啊，就是把人类社会当成是机器一样去做整体的社会工程，最终搞得是一团糟，搞得人们都失去了自由。这种理性的自负，也就是一种致命的自负，这也就是哈耶克所谓的通往奴役之路。
哈耶克认为呢，这个世界上啊有两种秩序，一种是人为的秩序，另一种是自发的秩序啊。这个人为的秩序呢，就是指工程师脑筋所设计出来的这种秩序啊，就像工程师造出一台机器一样。这种秩序呢，只适合于简单事物的领域啊，就比如说自然事物。但是对于复杂事物，就比如说人类的社会系统就是一种复杂的事物，这种复杂的事物就不是通过理性设计出来的，而是自发演化出来的。这就像达尔文提出的演化论所描述的那样啊，生命是在自然选择这个无形之手的调控之下自行演化出来的，而不是被有形之手设计出来的。大家想想啊，我们人类社会中的设置有多少是像工程师造火箭那样人为设计出来的呢？其实啊，都是大自然自己演化出来的啦。就比如说金融制度、家庭制度，甚至法律制度，有哪个是经济学大流或者法学大流充分学习了经济学或者法学以后设计出来的吗？并不是啊，他们就是自然而然的演化出来的呀。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做的工作啊，顶多就是事后总结出一套规则来描述已经自行演化出来的秩序而已。他们不可能像工程师造火箭那样设计出人类社会中的复杂设置嘛？如果硬要这么搞的话，那就是理性的自负，其结果就是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虽然自己作为一名经济学家，还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啊，但是他主张经济学不是物理学那样的科学，经济学不是经济工程学。研究经济学呢，并不是让人知道啊经济学能搞出什么，反而是让人知道经济学不能搞出什么，而是应当让看不见的手自行调节市场，让人类社会按照自发的秩序自行演化。要克服理性的自负呢，说到底，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类的根本处境是无知，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是不完备的。我们需要摒弃工程师脑筋，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个世界是复杂的，是不确定的。我们的理性呢，当然想要去追求更多的知识，但是哈耶克认为，理性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知识。人类理性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认识到理性本身是有限的。所以社会科学的物理学化在哈耶克看来就是理性的自负的一种典型的表现，从根本上而言是不可能实现的。好，不可能派的观点我们就说到这儿，下面我们进入会议总结。本期大问题节目呢，我们的切入点虽然是经济学是否是科学，但更多是以此为线索，捋了一下社会科学的物理学崇拜史。其实啊，这些都算是开题的，最终还是落脚到对这么一个大问题的探讨之上，那就是社会科学从理论上可不可能成为像物理学那样严密的科学？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介绍了可能派的观点以及不可能派的观点。可能派认为呢，社会科学可以成为像物理学那样严密的科学，虽然目前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尚未完全实现，但理论上随着技术的发展，随着我们知识上的努力，社会科学就会越来越趋近一种严密的科学。不可能派认为，社会科学理论上就不可能成为像物理学那样严密的科学，因为人类社会是复杂的，并且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社会科学是一种从方法论上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一种学问。今天分享的这两个派别的观点，不知道你更认同哪一方呢？或者你有没有更好的看法？当然啊，刚刚我们在分享反方观点的时候，把追求科学化的努力叫做科学主义啊，听起来好像是个贬义词啊。但如果换另外一个各位可能更熟悉的词来说的话，就是启蒙。什么是启蒙呢？历史上有很多大哲学家对此都发表过意见啊，就比如说康德就说，启蒙就是勇敢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不是遇到什么事情第一反应就是去问领导、问家长或者问上帝啊。我们要敢于发挥人类的理性的力量去解释世界，甚至改变世界。而科学知识的兴旺呢，就是在这种启蒙精神的背景下发展而来的。而今呢，到了21世纪了，我们现在是否应当反思启蒙，应当认识到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面对复杂的世界，科学知识也是无能为力的？还是我们应当继续深化启蒙精神，让科学知识进一步深入到我们人类活动之中呢？欢迎你也同哲学家们一起参与到对这个大问题的讨论之中，他们的看法发表完了，现在轮到你来发言了，请在视频下方评论区投出你的一票，并发表你的看法。